万剑时，我曾与凤金龙打造了一辆无双坐骑，可环游诸天宇宙，日行万里。出来吧，九龙沉香年！我的九龙沉香年怎么变成自行车了？古天道，这怎么回事？不关我的事啊，世界不同啊。你从仙界带来的东西，自然会变成现代的物品啊。这是我的储物袋。我的神级功法，我的仙丹，这是我的裂天剑。我就不信了！出来吧，色圣兽！这就是强行越界的后果。我决定了，我今晚就吃狗肉火锅。别呀，这些东西只是模样变了，其实功能没变啊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去，马六上山了。聘礼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少爷。5亿现金，外加2艘豪华游艇，另外还有一座海岛庄园。如此聘礼，慕容小姐定然会满意的。开快点，马上选情大会就要开始了。是的，少爷。什么鬼东西啊？好像是一辆自行车手。衣服穿好，给我站直了。今天是慕容大小姐的选情大会，来的都是豪门阔少啊！谁敢出问题，老子打断你们的狗腿！队长，来，列队音乐起！对，来，停！自行车！哎呦，哎呀！哎，给我站住！这是你能进的地方吗？啊，快马上滚蛋！收破烂儿去后边啊！我是楚萧二少爷楚行空。他就是楚家大名鼎鼎的废物，谁给你的佣钱？梁锦如吗？楚行空，哼，那你就更该从后门进了。大门不是你这种废物能走的啊！哦，如果非要走的大门呢？这给脸不要脸啊！这天海市，谁不知道你在楚家地位，狗都不如。再逼逼赖赖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住手！星空，青鸾，青鸾。自从星空失踪后，我努力修炼，飞升至仙界，又耗费1000年，终于找到这轮回之门。只要从里面找到星空的魂魄，我就能为其重塑身体，与他重逢。姐姐，你也是一介女帝，何必为了一个死人念念不忘呢？你不懂，我和星空是真心相爱。那姐姐何不下去陪他？一个满脑子都是男人的蠢货，不配成为女帝。楚行空是楚家二少爷，符合选情大会的规矩，让他进来。是。
青兰，现在青兰还不认识我，先不急。车可好？不然把你腿打断。哼，一辆破自行车有什么好看的？老子又不是赔不起。飞了！哎！刚才是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哎，少爷，你看，好像是刚才在路上超过我们的自行车。此车的主人定是一方隐士高手，若能与其结交，必然能助我楚家称霸天下一臂之力。刚才是哪位高手骑着自行车来的？是楚家二少。什么？少爷，这楚行空废物一个，怎么可能是隐士高手啊？我应该是看错自行车了。他要是高手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这慕容小姐不仅生得沉鱼落雁，更是天海第一武道天才。谁若娶了她，能保家族独霸一方啊！不知哪家少爷会这么幸运呢？祖母，那个是徐家少爷，家里有10几艘货轮。这个罗家少爷是京城世家。这个孙家少爷家里是习武之人。那位是谁家的少爷？那位是楚家公子楚行空。什么？这个废物怎么在这儿？马上给我赶出去！是。许久没吃过凡间的食物了，这味道还真不错。楚公子，主母有令，请你离开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废物！今日到场的都是豪门阔士，我们来这儿坐的是奔驰，都是劳斯莱斯，只有你这个废物骑个自行车。你骑自行车不配出现在选亲大会。是青兰亲口让我进来。荒谬！撒谎也不动动脑子。我女儿和你的差距，那就是天上的凤凰和地下的山鸡。她怎么会认识你呀？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是认识，我女儿也不会让你这样一个废物来参加选亲大会，在这丢人现眼。诸位，我提议立即让这个废物离开选亲大会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反对。是我让楚行空进来的，而且我决定选择他作为我的夫婿。什么？你是疯了吗？楚行空这个废物，他不但帮不上你，还会拖你的后腿。你要是选择了他，那就成了天海市最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楚行空只不过是一个楚家下人生的卑鄙贱畜，他只配与狗争食，与乞丐无异。青兰，他如何配得上你啊？楚行空这个垃圾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慕容青兰到底是怎么想？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也能举世无双，而且我会帮助楚行空登临王座，成为神话。我不同意。我和青兰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轮得到你这丑八怪不同意？楚行空，论家世，我是正牌的楚家大少，你只是个私生子而已。论能力，我创建的公司已经上市，而你连温饱都解决不了。另外，我去，此次我还准备了5亿现金，2艘豪华游艇，1座海岛庄园作为聘礼。好大的手笔啊！我要是女人，嫁给楚傲天当小妾我都愿意啊！青兰，有楚家的资源做支撑，将来你修炼会更快的。现在改还来得及。我只要楚行空，
青兰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这个废物？哎，这些凡夫俗物在我眼里都是垃圾，只要我想要，唾手可得。好大的口气呀！那我倒要看看你要拿出什么样的聘礼啊！我的聘礼就是这个。楚行空居然拿了一包 QQ 糖，这估计是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了吧？楚行空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别小看了它。这明面上虽然是 QQ 糖，其实它是无上仙丹，只要吃上一颗，便可立地成仙。立地成仙都敢说出口，楚行空是真疯了吗？就是啊，小丑罢了。星空还是一如既往的诱惑。好，既然你说这是仙丹，那你就当场吃下去，立地成仙。如果成不了，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。其实我早已是无上仙体，我吃这个没用啊。借口还挺多，说到底就是证明不了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给我废了他！住手！你楚行空是我的人，谁敢动他，死！我这算是被迫吃软饭了，不过这感觉挺不错的。楚行空，你只知道躲在女人身后吧？你要是个爷们，就给老子滚过来！怕你了我？心你这么狠，我可不能让他脱人。别冲动。哇，天哪！听着，你给我去住嘴！好啊。你们万死亡。满意了吗？真是丢死人了。星空好像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。楚小空，你竟敢动我看上的女人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诸位，今天到场的都是天海有头有脸的大人，就这个楚行空这个废物，拿一袋 QQ 糖来糊弄我们，若不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我等颜面何存？就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的，对，不能放过他。谁说我在耍人呢？这无上仙丹我吃了没用，但不代表别人吃没用啊。你们有没有谁想尝试一下？我可就这，你来吧，我不来，这我不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看来没人敢试你的狗屁仙丹啊！我敢。两个废物！哎呀！小兄弟，叫什么名字？我这叫来福，我相信你是神仙。好，那本尊就赐你一场仙缘。等等，既然你那么有自信，不妨我们打个赌，如何？怎么赌？就赌他吃下你那颗仙丹之后，能不能接住我一拳？若接不住，你就任由我处置。慕容青兰不许阻拦。那如果接住了呢？要是接住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下跪磕头道歉，如何？好，这个赌约我接了。你死定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天哪，怎么做到的？这太吓人了！我师父是龙殿
4大战神之一青龙战神。我虽然学艺不精，但却已经步入武道第4层。武道4层，这妥妥的武道天才啊！真不愧是楚家大少呀！楚少的师傅竟然是青龙战神，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！臭小子，就凭你，也想攀上我闺女的高枝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炼制的混元丹，短时间内可以让服用者力大无穷。你一会儿悄悄让来福吃下。放心吧，秦岚，不用这个我也能赢。等等，这1颗仙丹的能量太强，你这身体撑不住的。这就差不多了。来，这吵得跟真事儿。我倒要看看一会儿那个废物要怎么收场。师姐，没感觉啊？没感觉？这不可能啊！楚星空，你的把戏玩够了吧？现在该我了。青龙傲天拳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来福，混内口诀。小白兔白两手给我竖起来！这傻小子居然真的相信楚行空的话，他脑子是坏掉了吧？瞧着吧，他不死也得残。楚傲天居然被打飞了！哇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一点都不疼啊！等等，我口吃也好了。神仙，你真厉害啊！来福是华人人群，一时无法吸收仙丹之力，可我方才传授的仙法口诀，才能快速吸收。来福刚刚为什么唱儿歌啊？其实不是什么儿歌，它是仙法口诀。是吗？都怪这该死的天道规则，我的仙法口诀念出来竟然变成了儿歌。回去一定要恶劣我这几楚少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是我大意罢了。区一个小部门，下一拳我必取他狗命！哇，楚少终于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！我就不信这个小保安还能扛得住。青龙傲天拳！小白兔不要白！参见店主。起来吧。这次将尔等召集到天海，是为了一件关乎所有人的大事。天道消失了。什么？天道消失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难怪我最近修炼没什么进展。诸位不必太过惊慌，昆仑已知悉此事，并锁定天道之力，最后出现的城市就是天海。接下来，尔等需立即动用手中所有资源，开始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店主放心，我之前收了一名徒弟，他的家族在天海有些势力，相信可以帮上我。诸位，本界的安危就系于我等身上。定不负店主所托。师傅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打造的法宝，此法宝能检测天道之力，我特意用乾坤挪移阵法带过来，助你一臂之力呀！多谢师傅。好。来人，在东北方是哪里？林店主，东北方应该是楚家庄园。楚家。
原来这里就是天道之力最后消失的地方。小丫头不是龙殿殿主吗？太好了。奇怪，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天道，我就是天道。你干嘛？乖，我现在没时间陪你玩。哦，我才不要火腿肠，我又不是狗，我是天道，天道啊！主人让我们看好天道，这家伙居然想逃！得罪了主上还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哥几个上，给这老小子一点颜色看看。完全没有线索，看来只有找到在这个院子里的人询问一下情况。说，谁住在这个院子里？是楚家二少爷楚星空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正在去慕容家选亲大会。楚星空，选亲大会。楚傲天居然又被打倒了！难道楚星空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？楚少，你怎么会输给那个做保安的呢？灵力错乱，气血逆行。楚傲天，看来你的青龙傲天拳还没有练到家呀！再强行使用下去，怕是要废。原来是楚傲天他自己的问题啊！我就知道，那 QQ 糖哪是什么仙丹呀！楚星空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咱们走着瞧。今天只不过是个选亲大会，最终谁能抱得美人归还说不准呢。等等，楚傲天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？什么事儿？既然你输了，按照方才的赌约，你应该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头道歉。让我给你磕头道歉？楚星空，是谁给你的胆子说这话？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？看来你是不愿意遵守赌约了。来福，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既然你不愿意体面，那我就让人帮你体面体面。来福，上。住手！伯母，这是何意？楚家在天海势力强大，不能得罪。楚傲天若是在此受辱，说不定会记恨上我慕容家。楚行空，长兄如父。楚傲天，他好歹是你哥哥，你这样折辱他，一点长幼尊卑都不懂。就你这样，还想娶我家女儿青兰？真要是让你得逞，到时候还不是要站在老娘头上拉屎撒尿吗？大男人居然这么斤斤计较！就是，方才打赌不过就是说说而已，他也真当真了，真是了不起！你们拉偏架，你们够了！楚行空，道歉磕头的事就算了，赶紧让傲天少爷离开。好一个大型双标现场！若今天输的是楚行空，你们还会这样说吗？说什么长兄如父，什么大男子气概，根本都是贱。你们就是看不起楚行空。青兰，你在瞎说什么？瞎说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这赌约本就不公平，若今天输的是楚行空，落在了楚傲天的手里，你们认为他还会有活路吗？现在出来装好人，你们简直是无耻至极！楚傲天，今天有我在，你不跪也得跪。星空，这次重生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够了，谢谢你，青兰。青兰，我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，只要你懂我就行。楚行空，你给我等着，绝不会放过你！楚行空，你嚣张不了多久了。我师父青龙战神马上就会到此。青龙战神即将莅临。青龙战神出妖，居然敢动楚傲天啊！还好我刚才站在楚傲天这里，否则青龙战神到来，我慕容家要倒大。
青龙战神来了又如何？如何？我师父青龙战神乃龙殿4大战神之一，位高权重，修为通天，一剑转战3000里，一人可当100万师。有他在，你还敢让我磕头道歉？我看该磕头道歉的是你。楚行空，你要是还有点脑子的话，就赶紧按照楚少说的做，说不定楚少还能大发慈悲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否则，到时候青龙战神来，等待你的就是灰飞烟灭。说的好像有道理啊。那你还不赶紧下跪磕头道歉？是啊，楚行空，赶紧道歉呀！可惜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。海佛，呀！我去你的！你个死瘪三，你敢打我！你个死瘪三，你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了，他打你还光日子吗？呀！我去！哦！呀！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，爱吃菜，蹦蹦跳跳，真可爱！来人救我！哎呀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来救楚少啊！楚少，我忍了3年了，我就是想等这个机会。我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了不起，我是想告诉你们所有人，保安也是人。给老子就弄死他们！楚傲天，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？臭婊子，你个废物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这么帮他？你要是缺男人，你就跟我说呀，老子找来10几个兄弟一起满足你。慕容青兰居然为了楚行空，把楚傲天给打跪了。这事情闹得有点大呀！青兰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楚少啊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楚少，青兰，他肯定是被那个废物给骗了，可不能。滚开！你青兰，你竟敢打我！等我师父青龙战神来了，我要把你按在身下，然后让楚行空眼睁睁的看着我是如何羞辱你的。你没这个机会。住手！楚行空，我师父马上就到，你敢动我，耶稣来了也保不住你。我说的。师父，我被他废了，你可得替我报仇啊！徒儿，这是9品疗伤丹，快服下。是谁废了我徒儿？滚出来！受死！不愧是青龙战神，仅仅一个眼神，就让我快呼吸不了了。这下楚行空是死定了。这就是那什么青龙战神，逼格倒是装得挺足的。龙殿中只有殿主沈无双还算是个人物，其他的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。我刚重生回来，实力虽不如青龙战神，但动用秘法未必不能与其一战。青兰居然如此霸气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大人，这一切都是楚行空那个废物干的，跟我女儿青兰可没有关系啊！楚行空，你现在立即自废手脚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的死法。井底之蛙也敢与天？放肆！庶子安敢辱我？看来我许久不出手，世人已经忘记了我的威名了。你还不配和我交手？
来福上。我吗？放心，本座会赐你一个神级功法，保证你对付这老小子绰绰有余。真的吗？什么神奇功法？喏，就是这本。神仙，你确定这是神级功法？你就学吧，学会这个，你在此界再无敌手。好，我相信神仙。哇，这楚行空又开始发疯了。他不会真的以为楚傲天输了，跟他那个狗屁 QQ 糖有关吧？输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楚行空，他拿了一个 QQ 糖，说是什么无上仙丹，给他小保安吃了以后，把楚少打吐血。不是，是楚少自己修炼出了岔子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是徒儿青龙傲天拳修炼不精，反噬自身，这才无妨。你常年不在为师身边，修炼出了岔子，也不怪你。这么说来，是那楚行空脑子有问题。是啊，脑子没问题，怎么敢跟您那样说？浪费口舌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给他个痛，死吧！哈哈哈哈！我学会啦！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小保安来福，我喜欢唱要 rap 打篮球 music， 嘿嘿，我去你的！这是什么招数？竟然蕴含一丝大道真意！青龙战神输了！青龙战神居然输了！我的神级功法怎么变成这样？我师傅是4大战神之一啊，他怎么可能会输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难道说这本杂志？你着急忙慌的是要打给谁啊？喂，管家，你现在立即把市面上所有装男人的杂志全都买回去。靠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对，是所有，不管多少钱。去买装男人杂志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喂，你好，对，这边还有吗？对，别问那么多了，快买现在一本装男人杂志1000多块了。喂，你好，买。对，我要买，还有吗？我创办装男人杂志，不仅没赚到钱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老板，咱们装男人杂志卖爆了，一本在黑市上已经炒到1万块了。什么？苍天呐，大地呀，是哪位神仙老祖给我的参天财富啊？这本杂志真的是神级功法。青兰，你也想学吗？借我拿去看。谁要看啊？快拿走！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，那我明天给你找个其他类型的。你别说我。臭楚行空，哼！难道我的身材还比不上杂志上那些女人？师傅，师傅，那楚行空拿出的真是一本神级功法吗？他只不过是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逆天之物？谁跟你说那是神级功法了？不是啊，可刚才蠢货！真正厉害的不是什么神级功法，而是那个小保安。青龙战神大人，那小保安有什么厉害的？
他不过就是个低贱的乡巴佬罢了。徒儿同样不解，那小保安好像没有修炼过吧？有些人天赋异禀，就算没有修炼，也能凭借特殊的体质，发出通天特地之威。刚才我跟他对抗之时，竟然感受到了一丝强大的大道真意，再加上他竟然从师傅，一本三流杂志中悟出强大的招式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就是修行界传说中的10大道体之一的九窍玲珑体。九窍玲珑体，九窍玲珑体。谁？体如混金，心如璞玉，血如汞浆，血如金翼。既然真的是九窍玲珑体，怪不得轮回影杂志中也能出那么强大的载体。那么说来，杂志岂不是没用？那我刚才岂不是白买了？喂，管家，立刻把刚才买的杂志全部卖掉！全卖掉！对，一本不留，1分钱1本也给我卖掉！都快醉死了那个废物！卖掉！喂，管家，这小子被我的仙丹改造成了九窍玲珑体，只要按部就班的修行，中途不陨落，飞升仙界是铁板钉钉。慕容青兰，你刚才居然差点信我那本杂志是神级功法，真是蠢得可以。他只不过是一个下贱、卑微、无足轻重的小保安，凭什么是九窍玲珑体？我不甘心！道体天成，一切由天定，你不甘心也没办法。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可是被他废了呀！放心，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天生道体，还不是我的对手。方才只是我大意罢了。没想到你这平时也挺靠谱，怎么干下去？楚星空还得死！你怎么还想打？不打不打，小友，我只是来想问问你，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拜师？拜师？师傅，你要收他为徒，我的仇怎么办啊？徒儿知错，只是这小保安方才伤了你，您若是放过他，有损您的威名。我还要靠主家去追查天道之力消失的线索，不好强压他。无妨，这个小保安天赋异绝，如果收入到我的门下，我的门派一定会更加强盛。将来龙殿殿主之位，舍我其谁呀？可是，放心，等我收了这个小保安为徒之后，楚行空和慕容青兰随你发落。徒儿谨遵师傅教诲。青龙战神居然收这个小保安为徒，他会同意吗？这还用说？青龙战神可是龙殿4大战神之一，说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也不为过。拜他为师，那便等同于一步登天了。不愧是青龙战神大人，好一个釜底抽薪！楚星空，等着小保安拜青龙战神为师，哼，看你还能靠谁？你就这么确定？楚星空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骗子，和青龙战神相比，就是个彻底的臭虫。你不会还以为那小保安会在你这一边吧？师姐，我无妨，我不喜欢强迫他人，怎么选，遵从你自己的内心。好，小友，你只要肯拜我为师，那龙殿的所有资源任你选择。我可以提拔你做龙殿副使，地位仅次于教主，我4大战神之下。傲天，这可是你未来的师弟。我楚家愿出5亿现金，2艘豪华游艇，1座海岛庄园，作为师傅的收徒礼。好，小友，该如何选择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好，我同意。果然，这个小保安还是投靠了青龙战神。意料之中，毕竟是个正常人都会这么选择。恭喜大人收得高徒，恭喜师傅得收高徒。好，
很好。哈哈哈哈哈！星空，没事了，有我在。没事，青兰，这没什么好遗憾的。可来福他，来福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站得出来，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此间因果已了，我与他再无瓜葛。至于往后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失之坦然，得之淡然，如此气度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楚星空吗？现在小保安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楚行空再无依仗，慕容青兰，你也不想楚行空被活活打死吧？只要你今晚……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想让我拜师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别说一个条件，多提几个条件，为师也会答应你的。那就请青龙战神斩杀楚傲天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条件就是楚傲天死。他想杀死楚少，这小保安是疯了吧？楚傲天这个混蛋一直针对神仙，不弄死他，我怎么对得起神仙的恩情啊？那楚行空，他就是个废物加骗子，你怎么还信他呀？我不信他，我信你啊，蠢女人！你不行，换一个。啊，是你让我随便提的，现在又说不行，还青龙战神呢？呸！我还不如我们村里3岁小孩守信用呢，老不羞呢！老师傅，他在耍你。有意思，老夫成名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有人竟然唬我。小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吓唬谁呢？我怕你啊！我去。神仙，我妈从小就告诉我，知恩要图报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以后你要我干嘛，我就干嘛。好，那本座再赐你一场仙缘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已将你体内的金丹全部化开，从此以后，你的修炼将会一片坦途。嘿嘿嘿嘿，多谢神仙。我住手！老东西你居然背后偷袭，不讲武德！你身为龙殿4大战神之一，用如此下作的手段，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？哼，我这是在为民除害。这小子虽然天赋过人，但是却愚蠢至极，竟然被一些骗子的江湖把戏耍得团团转。如果让他继续成长下去，恐怕也只会为祸一方。不如趁早将其灭杀。你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想定他人生死。没错，我身为龙殿4大战神之一，就是有这个权利。今天你和这个小保安都得死。楚行空，即使你骗术再高明，在实力面前你不值一提。今日没有活路。好一个青龙战神！今天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杀我！老夫这一拳60年的功力，你挡得住吗？他挡不住，我来。慕容青兰可是武道天骄，只要不陨落，未来一定是一方巨霸。他为什么会为楚行空这个废物去送死呢？而且他们才认识1天。青兰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青龙战神。再说，你和楚行空又没有正式订婚，干嘛要对他做到如此地步？妈，我已经当着天下人的面做出选择，就绝不会改正。我与行空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哎呀，青兰你，哎呀，楚少，青龙战神，我女儿她还小，不懂事，你们能不能…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。这个贱人如此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师傅，请出手将其灭杀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做一对亡命鸳鸯。老匹夫，该死的是你！庶子，找死！哼！
太阴巨煞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为师没事。你刚才用了什么武器，竟能短时间内实力大涨？你还不配知道。太阴巨煞，这好像是流传于九华仙域中的一种秘法。青兰怎么会这招？师傅，不管什么秘法都有时间限制，只要您拖到时间结束了，那慕容青兰不必。就算他用什么秘法，我都有办法对付他。这是夏国10大名剑之一的七星龙渊。没错，七星龙渊，那不是千年以前夏国剑神独孤无极的佩剑吗？传闻独孤无极当年就是用此剑突破虚空，飞升上剑。没想到剑神大人竟然将此剑留了下来。此剑是因我在龙殿内积攒多年功劳，殿主特地赏赐于我。慕容青兰，你拿什么挡？慕容青兰，你不是很会打吗？会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要讲究势力，要讲究背景。我师父背靠龙殿，随便就能拿出剑神的佩剑。那楚行空这个废物能拿出什么呀？区区劣质长剑，也配值得在我面前炫耀？这种垃圾丢在我面前，我都懒得一看。楚行空，你个废物又能拿出什么东西？竟敢这样侮辱剑神的佩剑！青兰，用这个。我没看错吧？楚行空拿出的是一把马桶揣子吗？是，楚行空又发疯了。马桶揣子，楚行空，你就让慕容青兰拿着这个东西跟我师父的七星龙渊剑对决吗？是嫌他死得不够快吗？哗众取宠。楚行空，你以为这是市井街头的流氓打架吗？还拿个马桶揣子，你怎么不去捡块砖头啊？我女儿的脸真是被你丢尽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块砖头啊？不过呢，那东西威力太大，用在这里不太合适。你，哎呀，我女儿迟早被你这个废物给害死了。哎呀，行空，这东西真的有用吗？当然，此剑名为斩天，由弱水、厚土、离火、巽风以9天星河为体，打造千年而成，可斩天裂地。楚行空，你怕不是小说看多了，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了吧？还斩天裂地，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仙人吧？不是以为，我就是。真是无可救药。慕容青兰，这就是你选的又疯又傻又蠢的废物。我相信他。青龙战神，来战！恭迎店主。楚行空在里面吗？禀店主，在。很好。天道之力消失前，最后出现的地方正是楚行空的住处。他定然知道某些关键信息。青龙战神人呢？怎么回事？禀店主，此次选签大会，慕容青兰选择了楚行空作为夫婿。楚傲天不甘挑衅，被打成重伤，而楚傲天正是青龙战神的弟子，所以混账！你竟然轻信一个骗子的胡言乱语！既然如此，那老夫便成全你。慕容青兰，你死定了！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店主不管了，此你必须死！给我进来！不好，青龙竟然将七星龙渊都拿了出来，慕容青兰怕是断了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马桶揣子居然把七星龙渊砍断了？我一定是在做梦吧？难道楚行空真的是仙人？那他拿的也是仙器，竟然这么厉害！可我怎么看，这都不像剑了。这剑有问题。这剑有问题。此剑已跟随剑神经历了无数场战斗，早已破败不堪。是剑神以大法之力维持了其形。剑神破碎虚空离开后，
留在剑上的力量逐渐消失。如今，它只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铁剑，还是即将报废的那种。原来如此，这楚行空走的是什么狗屎运啊！原来我打不过慕容青兰，是因为武器的原因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谁让你站起来的？跪下！店主大人，敢问我做错了什么？错就错在不该想杀楚行空。若不是慕容青兰阻止，让你得手，那是罪不可恕。就是因为楚行空。店主大人，那楚行空只不过是个胡言乱语的骗子而已，何故如此重视他？是啊，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你就是本界的罪人。天道之力消失前，最后出现的地方正是楚行空的住处，他一定知道某些关键信息。楚行空要是真死了，你就是本界的罪人。这怎么可能？楚行空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？应该早点把他赶出楚家。楚行空，我是龙殿殿主沈无双，天道之力关乎修行界和人间界的安危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如果你知道天道之力消失的线索，请立即告诉我。知道。真的？我为什么告诉你？青兰，楚行空得罪了青龙战神和楚少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搭上龙殿殿主的机会，你快劝劝他呀！楚行空想得罪谁就得罪谁，我来给他兜底。哎呀，你这一个两个的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放肆！店主大人跟你说话是给你面子，你还敢拒绝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闭嘴！楚行空，天道重于一切，我恳求你，为天下众生的安危考虑一下。天下众生，我在楚家吃不饱饭的时候，他们在哪？被人欺凌侮辱的时候，他们在哪？方才楚傲天和青龙战神要杀我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和我玩道德绑架，不吃这套。我只在乎我爱的人。行空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好，那要怎么样，你才愿意说出天道之力消失的线索？很简单，方才他们两个欺负我的老婆，他们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店主大人，楚行空是在蛊惑你呢，你不能相信他呀！店主啊，他就是胡言乱语的废物，你别被他骗了呀！天道重于一切，我别无选择。不够。楚行空，你是要与我不死不休吗？难道我们不早就这样了吗？楚行空，你就不怕父亲责罚吗？我们掉了他！我去！对不起，我现在是孤儿。你来人！属下在。传令楚家罢黜楚傲天少主之位。另外，我以店主之名宣布，青龙战神肆意妄为，滥用权力，现今褫夺封号，逐出龙殿。什么？店主三思啊！青龙战神虽有过错，但他……不必多言，我意已决。青龙战神喜欢以势压人的感觉，现在反过来被压，哼，如何？今日之辱，来日必报。楚行空，嚣张得了一时，嚣张不了一世，咱们走着瞧！楚行空，你的要求我都已经满足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若是敢骗我等，也会死得很惨。放心吧，我不仅知道天道之力为何消失，我还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真的？你跟我来就是了。楚行空，这不是楚家吗？怎么今晚想请我们喝酒吃肉啊？哎，天道之力消失之前，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儿。啊，他真的知道？天道呢？主人，天道那狗东西刚才想跑，
哥几个狠狠干了他一顿，现在躲狗窝里委屈呢。做得很好。楚星空，你怎么还玩起宠物来了？天道之力消失的线索呢？哎呀，啊，这就是天道。这就是你说的天道？楚星空，你当我俩是傻子吗？这分明是一只村里常见的小土狗。凶什么？信不信晚上我把你剁了吃肉？是你记住了啊！上厕所瞄准，都记住没有3、4、5、6、7。行了，别吵了。是这样的，天道呢觉得我太强，想让我离开此界，于是呢我就跟天道打了一架，他打输了，我就把他封印成这个样子了。等，我捋一下。你说天道觉得你太强，想驱逐你，然后你就和天道打了一架。对。结果天道没打赢你，被你封印成了一条土狗。你理解的很正确。店主，他在耍你。楚星空，我看你是找死。你不信我？信你我就是傻子。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天道之力消失的线索？店主，方才已经查验楚家后院及4周监控，并未发现异常。而且监控中，这小子一直在逗弄宠物，属下觉得他根本就不知道天道之力消失的线索。区监控怎么可能拍到我和天道间的战斗？他是在诓骗你，请店主下令让我诛杀此流。属下赞同。现在每1秒时间对我们都极其重要，而且这家伙为了一己私欲，戏耍我等，实在可恶。而且他还要将青龙店主逐出龙殿。青龙战神肆意妄为，我早有耳闻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会重罚。但你竟敢借有天道之势来欺骗我，我看你简直就是找死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还敢狡辩！无双，这魔塔有异动，速回昆仑。什么？楚星空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我们的账下次再算。我们走。运气好的是你。方才那件若是落下，不用我动手，沈无双都会被我的护体神光震得魂飞魄散。喂，青兰。楚星空，你行李收拾好了吗？为什么收拾行李啊？来我家住啊！你我既已定下婚约，当然要住在一起啊！好，我马上就到。美好的同居生活，我来了。走。慕容青兰的命牌没碎，看来她还没有死。本帝看来要亲自走一走。师傅，这魔塔怎么了？由于天道之力消失，导致镇魔塔封印减弱，里面被封印的妖魔蠢蠢欲动，想要冲破封印。在魔塔内封印的都是为祸一方的大妖大魔，若是让他们突破封印，将会生灵涂炭。不好，妖魔在冲破封印，阻止他们呀！哈哈哈哈哈！罗家3兄弟终于重见天日了。大哥，我已经好久没尝过鲜血的滋味了，正好有几个上门的猎物，要不我们干脆……那个娘们儿是我的，她的血肉尝起来一定很鲜美。老三，谁先抢到算谁的。别急，我等实力还尚未恢复完全，真打起来不一定占便宜。而且我感知到魔尊在召唤我等，先走。是。师傅，魔家3兄弟遁逃，现在怎么办？魔家3兄弟刚突破封印，实力尚未恢复，需在他们祸乱人间前，尽快将其解决。无双，此乃我昆仑正宗之宝昆仑剑，有它相助，
对付实力尚未恢复的魔家三兄弟应该不成问题。我等还要镇压镇妖塔，魔家三兄弟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定不负三位师傅所托。家主，大少爷他出事了，他不是去慕容家招亲大会了吗？爸！哦，楚星空他打我！老天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楚星空他个混蛋，他把我废了，一定要替我报仇！楚家主，那个楚星空卑鄙无耻，先用江湖骗术蛊惑慕容青兰，然后趁傲天招爷不备，将其偷袭，来想向他报仇。可是楚星空勾搭上沈无双那个贱人，这下不仅仇没报成，连我也被逐出龙殿。混账！当初不应该把那个孽障留在楚家。楚家主，此话怎讲？爸，你是说楚星空不是楚家人？没错，当年我见楚星空的母亲姿色不错，便想办法将其留住，谁知她竟然已经怀孕。当初我还不是家主，为了名声将其留住，谁知就酿成今天的大祸。现在怎么办呀？楚星空已经勾搭上慕容青兰和沈无双了呀。无妨，别说慕容青兰，就算现在的沈无双，在我眼中那也不算什么。傲天，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大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一个足以令我楚家登巅峰的秘密。楚家主，您真的有办法对付沈无双？区沈无双不过是一只随手碾死的蚂蚁罢了。沈家主，如果您真能帮我杀死沈无双，我愿为楚家奴仆。如背此言，天诛地灭。你放心，等见到那位，你就知道今日的选择多么的正确。参见魔尊大人。参见魔尊大人。区凡人也敢窥视魔尊大人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是否需要手下将其撕成碎片？大人，他之前是龙殿的战神，原凭计划有用，还请饶他一命。我的伤全好了，而且功力大涨，多谢魔尊大人。小人愿为魔尊大人赴汤蹈火，死而后已。本尊还是魂魄状态，实力大不如从前。楚山河让你找的替身找到了吗？大人，天资卓越并且美貌的女性实在不多见，小人正在全力寻找，应该……我只要结果，不想听理由。大人，属下知罪。大人，小人有一个绝佳的人选，定然能让你满意。哦，你说的那个绝佳肉身载体就在这里？没错，此女不仅貌美，而且是我们天海第一天才，必然能让我们魔尊大人满意。慕容青兰，我得不到你，也要毁掉你。很好，那几位大人，小人就先回去等你们的好消息。三位大人，在下初来乍到，想在魔尊大人面前好好表现表现，可否把这个机会让给在下？你倒是挺有心，可以。多谢大人。哼，慕容青兰，此番未突破，这次你拿什么打我？星空，我刚收拾这间房出来，今晚你就住在这里吧。啊，对了，你的那些宠物安放在院子里了。青兰，你干嘛？我有些好奇，为什么你从第一眼就这么认定我，而且这么信任我？星空，如果我说我在梦里早就认识你了，你会相信吗？我信，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哼，贱人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偷情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但楚星空那小子运气好的有些离谱，保险起见，先让这七灵阵弄倒他。
这把银针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？星空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快了？青兰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刚才外面……你不用说，我都懂。只是星空，再给我一些时间可以吗？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青兰，听我解释，刚才外面真的……还好我随身带了解药。楚星空，我就不相信你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下去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青兰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慕容青兰，你好歹也曾是地级强者，历经无数磨难，心性如铁，怎么见到楚星空就忍不住了呢？哎呀，太丢脸了！甜甜的，味道还不错。不过，什么叫不许再来找我？这按理说，女人说的话都是反的呀。我这直接去找你呢，还是等一会儿再去呢？我这7重7叶七花叶，号称天下第一迷药，无色无味，只有吃下去能让人昏睡1个月。楚星空，我不信你这次还能晕过去。算了，不想了，一会儿直接去找他。还不死心？那我就好好陪你玩玩。虫子都跑到杯子里了，这水不能喝。完蛋！大哥，那小子去了那么久也没回来，要不行我去看看。去吧。竟然有魔族的机械！哥几个，准备干活！刚才那个叫青龙战神的傻子就算了，主上明显想拿他寻开心，这个可不能放过了。哪来的小鬼，滚一边去！哦，这什么品种小王八，还挺硬啊！哼，我告诉你，想知道本尊品种啊，瞪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！玄武神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一定在做梦。人间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级别的生物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这什么鬼地方？居然会有2尊圣兽守护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魔尊大人。是魔族的气息，是冲我来的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伤害到星空。老二，你怎么了？圣兽，白虎和玄武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哼，二哥哪有什么圣兽？你是被那个女的用幻术给迷晕了吧？白虎和玄武可是圣兽，你若是遇到他们，早就死得连渣都不剩。老三说的对，如果真有圣兽，魔尊大人会不知道？我看错了，一起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耽搁许久，魔尊大人应该等着急了，我们应该尽快把这个女人带回去。你们在找我吗？大胆！明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你，还敢主动现身？圣兽呢？圣兽没出现吗？哼，二哥哪有什么圣兽？区区一个人类女子，我一招就让她下跪求饶。这是。青兰，你在吗？
青兰，我进来了。青兰人呢？主上，刚才有个魔族小子偷跑进来，被我吓跑了。魔族的人？难道你竟然能够伤到我？伤你又如何？若是我全盛时期抹杀儿童，犹如碾死一只蚂蚁。很好，你的天赋越是出色，魔王大人越满意。只可惜你的挣扎都是徒劳罢了。老二、老三，结阵！是。星空，我不能再陪伴你左右。若有来世，我还要做你的妻子。九元归一，灵魂燃烧！都解决了吗？你一介凡人女子，能将我三兄弟逼到如此地步，你死也足以自傲了。既然还是没有成功，星空，对不起。去死吧！敢对我老婆动手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没想到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。老子的目标是他，现在滚，说不定我能大发慈悲饶你一条狗命。我一命。已经很久没人敢和本帝这样说话，还真是有些怀念了。你这凡人也敢妄称本帝？给你机会不中用了，别怪我太不客气。鬼门13针，击魂大法。还好有这击魂大法，让我保持清醒。楚星空，我青龙战神又回来了！哈哈哈哈！楚星空、慕容青兰，还有魔家三兄弟的气息，怎么都在外面？哈哈哈哈！一定是楚星空和慕容青兰想跑，让魔家三兄弟给拦住了。我这就赶过去。地主，下方来报，慕容家附近发生打斗，似乎与镇魔塔中逃出的魔家三兄弟有关。终于找到了，白虎朱雀玄武听令，随我前去除魔。是。大哥，没事吧？就算是昆仑山那3个老头，也不可能一招击败大哥。他究竟是谁？这位前辈，吾等乃是青烟魔尊的麾下，近日不知前辈在此，贸然前往，还请这位道友看在青烟魔尊的面子上，放我们三兄弟一条生路吧。打了我老婆还想走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们是自己了断，还是要我动手？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打算拼命，我还算个男人？快跑！快跑！跑得掉吗？大人，你们走错方向了，楚星空在后面啊！走开！碍事儿！要不是今天老子受伤了，非得打死你不可！楚星空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日魔尊大人手下3大高手聚在此，任你运气再好，也绝无生路。大人，请你出手击杀此僚。击杀你大爷！大人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楚星空才是敌人啊！打的就是你，还杀人家，瞅你那样，你配吗？你个大傻子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早跑了。你真该死啊！前辈，这青龙跟我们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要杀要剐，随您的便。什么？前辈？大人，你搞错了吧？楚星空他就是个废物，你怎么称他为前辈呢？搞个屁！这楚星空的实力，怕是与魔尊大人相当。真不知道你这个废物之前是怎么从他手里面逃出来的。本座会赐你个神级功法，拿了一个 QQ 糖，说是什么无上仙丹，此剑名为斩天。难道楚星空真的是仙人？别白费功夫了，今天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分开跑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垂死挣扎，白虎，此路不通。玄武，小三，你又这边了。青龙，大哥，我就说还有神兽吧。你看，
还有4个。现在相信已经晚了吧？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大人，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。这是动用伤及灵魂的秘法了。不对，青兰的灵魂本身就有损伤，想要治好只能……天道，不来是吧？看来这狗肉火锅得赶上日程了。哎呀，你老提狗肉火锅干嘛呀？这不是来了吗？给我10滴惊血。不许打扰了，我突然想起来刚吃了一半的肉。你不想恢复了是不是？啊，行，那你继续当狗吧。你不想恢复了是不是？啊，行，那你就继续当狗吧。哎，2滴惊血，8滴，3滴，不能再多了。5滴。再给你加3只绝色小母狗，还有肉罐头。成交。那个，你不要误会啊，这跟小母狗和肉罐头没关系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们夫妻2人一阳两隔罢了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嘿，渣男，用完我就赶我走。星空，你快走，魔族的人要追过来了。没事的，青兰，3个魔族修士已经被我灭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灭了他们？那当然，他们敢欺负我老婆，仅仅神魂见面已经够便宜他们了。魔家3兄弟应该就在附近，仔细搜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怎么又来人？让不让人休息啊？青兰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就把他们打发走。看来应该是无双带人击退了那几个魔族，星空好面子才那么说。我还是不要拆穿，免得他尴尬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不对，这伤势怎么全好了？难道说我的灵魂经由轮回之门的洗炼后变得更强大了？这倒是个意外之喜。哎，停，往哪儿走？这是私人地域。楚星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不是慕容家的地界吗？我和慕容青兰定下婚约，自然就搬进来了。楚星空，你就这么着急来吃软饭啊？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行了，不要节外生枝，找魔家3兄弟要紧。行了，别瞎折腾了。魔族的3个垃圾被我给灭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楚星空，我没时间跟你说笑，立即闪开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谁跟你说笑了？你自己探查看看，这附近还有魔族气息吗？店主，魔族的气息好像确实消失了，属下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你携带昆仑剑前来，提前撤离了。小子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要不是店主在，你死定了。看来确实如此，先回去吧。这些家伙也太烦人了吧！不行，我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镇魔塔最近几日终于安稳下来了，不枉费我等费尽辛苦啊！没那么简单，塔内被镇压的妖魔说不定在密谋一场大动作，我等还需时刻警惕呀。这个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只要是能阻止这妖魔突破封印，我等大不了一死而已啊！我等死了无所谓，只是不知无双抓到魔家3兄弟了没有？如今他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这是魔家3兄弟的尸体。看来无双成功了。无双，快进来，看看为师如何表扬你。
这就是修仙界圣地昆仑啊，也不怎么样啊，和我的星空神殿比，差太远了。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昆仑？这里不是你一个凡人能来的地方，速速退去！师兄莫急，他可能是无双带来的。此人应该出自龙殿，帮助无双剿灭魔族三兄弟，出了一份力，所以无双把他们带来求赏的。小勇，等无双前来表明你的功绩后，我们自然会论功行赏。在说什么呢？这3个家伙是我灭的，跟沈无双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现在估计跟个无头苍蝇似的，满世界的找人呢。什么？师兄，我方才用法眼查验了，子身上没有任何修为。小勇，这里可不是你乱说话的地方。现在认错，老夫可以看在无双的面子上，当做没听见。没错，这3个家伙就是我灭的。喂，后面的老头，别敲门打探我的底细了，凭你的实力是看不出来的。放肆！哎，师兄莫急，我夏国泱泱万里，才人辈出，兴许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隐世宗门，咱们不知道啊。且待我问问他的背景。好，小友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师承何人呢？背靠什么家族？无名楚行空，没有实力。这家庭背景嘛，勉强算是天海市的楚家少爷。楚家？楚行空？这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啊？我记起来了，他就是无双口中那个自称将天道封印成狗的骗子，根本就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。胆大包天，竟然骗到我昆仑头上了！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昆仑塔出事了！二位师弟，快随我去降魔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天哪，如此强大的魔气，难道是镇魔塔最底下那头千年老魔要突破封印了吗？据经典记载，当初为了封印它，整个修行界倾巢出动，掀起了一场除魔大战，最终以折损大多数修士才得以成功。如果让他再逃出来，定然又是一场浩劫呀！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他出来。二位师弟，我要动用老祖留下的灵宝昆仑镜，快助我一臂之力！昆仑镜，震！起作用。对，高兴的太早了。本座谋划1000年，岂是区区一个昆仑镜能阻挡的？哈哈哈！本座被镇压了数千年，终于重见天日了。师兄，重楼已突破封印，现在怎么办？没办法了，如今看来唯有一死。太弱了。我用全力一击，居然没有丝毫作用。重楼太强了，天道不公啊！当初镇压整个修行界的昆仑，居然只是你们这3个上不了台面的家伙，真是令人失望。以本座来看，昆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重楼，不要以为毁了昆仑镜就没人治得了你。邪魔外道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迟早有一天会有人再次将你封印。如今修行界已经没落，再加上被封印的1000年间，我已经修成了能不死不灭的万魔血身大法。就算你昆仑老祖重生，再来一场诛魔之战，也不是本座的对手。小辈，本座君临天下的第一步，
就是用你们的血来铸就。这地方也太绕了吧，绕了好几圈才找到这里。小友快跑！速将重楼逃出镇魔塔之事告知无双。哟，千年老魔，你这造型，这也太杀马特了吧！凡人，谁给你的胆子盯着本座看？立即自扣双目，本座可以给你个痛快死法。我确实得自扣双目，毕竟你这造型太辣眼睛了，不忍心看。找死！不好，楚星空只是个普通人，如何抵挡住重楼的隔空一击？唉，完了！这小风吹得还挺舒服。没作用，这怎么可能？找死！找死！找死！行了，别跺了！你再踩下去，这地砖都被你踩坏了。多大个人了，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？重楼的攻击竟然对楚行空毫无作用，难道重楼的力量在方台击败我们时全部消失了？数字嚣张，仅凭肉身力量，本座也能将你碾成肉泥！找死！哎，楚行空竟然将重楼震飞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天道之力已经消失，修行界绝不可能出现你这么强的修士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还不配知道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天道之力为何消失，是因为我把天道给封印了。师兄，我好像因杀势太重出现幻听了。楚行空刚才说是他把天道封印了，我也听到了，这是开玩笑对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家伙实力强的离谱，不能和他硬碰硬，先走为上。本尊确实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本尊想走，你也拦不住我。我血神大法，混！等本座实力恢复全盛，你们全都得死！回来！什么？万魔血神大法怎么没起作用？嘿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我不让你走，你走不掉。万魔血神号称分身千万，滴血重生。师兄，楚行空到底是怎么阻止他逃跑的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楚行空方才极大可能动用的是时空法则之力。时空法则之力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可不是一般修行之人能掌握的能力啊！没错，如今我有些相信楚行空真能封印天道了。大胆货，逃不掉，但他好像又不想上，看来只能先给他开条件，然后再讨价还价。闹够了没？闹够了你就回你的镇魔塔去，我和那3个老头还有事要做。封印了数千年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逃出来，今日我就算死，也绝对不会走，除非……好，我成全你。我没说过。重楼就这么死了？好歹是只千年老魔，死的也太随便了吧？是啊，楚行空太强了，解决了一个，现在就剩你们了。前辈，方才我等不知您的实力，实属不敬，还望前辈能够海涵。放心，我又不是什么坏人，我来找你们谈其他事的。前辈有事尽管吩咐。沈无双是你们的徒弟对吧？你让他赶紧回来吧，别在外面瞎转了，都影响我和我老婆的感情了。啊！前辈来此就为了这一点小事吗？这事小吗？我和我的老婆感情不和，就会不开心。我这一不开心嘛，就会拿天道撒气。这到时候……没，贫道马上传信无双，让他马上回来。师兄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方才被重楼一击打伤，稍后闭关数月，休养一下就好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带伤干活的。这是仙品疗伤丹，你们一人1颗。
这东西怎么看也不像仙品丹药啊！我知道此物啊，这好像是人间孩童的零食嘛。前辈没理由戏弄我们。师兄居然突破了，果然是仙丹啊！哈哈哈哈！多谢前辈，晚辈本以为此生无缘窥得大道，没想到今日有幸得此仙丹，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我这就传信无双。前辈，无双稍后就会回来，稍后我会向他解释清楚。好了，也没其他什么事了。哎，我在外面忙点事儿。天劫呀！天劫属法则之力，就算天道消失，依然会自行运转。看来是我等突破引来了。不好，我等三人一起突破，天劫叠加，威力将成倍增加，一个不慎将灰飞烟灭呀！师父这么急召唤我干嘛？难道是镇魔塔又出事了？这是天劫！两位师弟，快随我一起结阵对抗天劫。是，要来了，准备好。青兰，你听不到我说什么吗？哦，我这打雷呢，你等我一下。别吵了，打电话呢。那可是劫云呐！前辈一句话就给撤退了。恐怖如斯啊！多谢前辈出手相助啊！相助啥？刚才行了，说话都不利索。我老婆喊我回家吃饭呢，走了。师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劫呢？为什么突然消失了？天劫被前辈化解了。前辈？哪个前辈？你见过他，他就是楚行空。楚行空？楚行空？师父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楚行空不就是个满口大话的骗子？楚前辈虽然为人随性，但是他的实力不是你能够想象的。可是够了，我不想听到任何对楚前辈的不敬之词。从现在开始，天道之力你也不用查了，楚前辈自有安排。是，楚行空，我一定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主上，小人找了3天，也没发现魔家三兄弟和青龙的身影，他们怕是……不应该啊！以魔家三兄弟和青龙战神的战力，足以横扫天海。到底是谁干的？除非慕容青兰身后还有高人。等等，你说谁？属下说的慕容青兰，正是给你找的肉身。原来是他呀！主上，请问慕容青兰有什么问题吗？本尊下界就是为了杀他。什么？慕容青兰不是你们能动得了的，本尊会亲自动手去杀他。那主上您的肉身，去给我找10个至阴出身的女子，我会亲自做法重塑肉身的。是。慕容青兰，我的好姐姐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你见我时候有什么反应。魔族都出现了，这天海比我想的更不简单。目前我的实力还未恢复，得尽快修炼。4圣大补汤火候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样药材了。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，每人交出一滴精血来。是。等老婆喝了这4圣大补汤，修炼将会一日千里。
楚星空，你个混蛋，给我站住！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我来是为了取你狗命！重塑肉身的感觉真好。恭喜主上！赏你们的。我的功力涨了上百倍，现在就算是神无双在我面前，我也能将其击败。主上，接下来是去找慕容青兰。你们师傅没告诉你吗？怎么还缠着我不放？楚星空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蒙骗了师傅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懒得理你，等我把你师傅喊来，让他们收拾你。哼，不用你喊，我现在就请他们几个过来。我以千里传音，他们来了，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击败你，证明你就是个满口大话的骗子。行行行，你开心就好。我锅里还煮着汤呢，不奉陪了？地主，此人竟然如此目中无人，要不要属下先去教训他一番？不用，等师傅来了，我亲手收拾他。沈店主真是巧啊！楚傲天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来找慕容青兰寻仇，只是没想到沈店主也在这儿，真是双喜临门啊！正好借此机会，把你们两个一起解决掉。放肆！区区蝼蚁居然敢嘲讽郡主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两逼！白虎，你怎么样？店主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白虎，这就是大夏龙殿战神吗？真是不堪一击啊！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依我看，这店主太废物了。恕子嚣张！胆敢侮辱店主，找死！呀！朱雀，玄武。殿下，如果有来世，我必还愿跟随你。店主，小心，他们不对劲。楚山河，楚傲天，我要你们死！怎么又打起来了？我真的是，要不是我锅里煮的汤，我非得……我的汤！该死，这沈无双怎么又变强了？只是他手中的剑厉害。楚山河，楚傲天，今日唯有将你们碎尸万段，祭奠我3名属下的在天之灵！死！主上救命！虽然这2个废物没什么用，但好歹也是本尊的人，有我在，你杀不了。今日就算3清降临，佛祖亲至也没用，你们2个人必须死！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只是可惜实力太弱。什么？主上威武！沈无双，
你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吧？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呸！找死！此女子天赋和样貌都不错，可以作为我的替身。别不甘心嘛，能作为我的替身是你的荣幸。敢动老夫的徒儿，当我们不存在吗？无双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只不过没有保住昆仑之剑，都怪我。不必自责，昆仑剑本就是外物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主上，这3个老头子是大夏第一门派昆仑的掌权者，也是大夏目前最强阵。除了慕容青兰，其余人在我眼中就像蚂蚁一样。师父，这个女人满身魔气滚滚，定然也是魔族之人，而且实力非常强，高出魔家3兄弟数倍不止。不用担心，除了楚前辈外，此界无人是我等的对手。好强！该死！如此气势，3个老头的势力已接近破碎虚空了。师父，你们突破了！没错，徒儿，你且看好为师今日如何斩杀此魔。废话真多。我等竟然一招都接不住，这怎么可能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主上是上界魔尊，尔等实力再强，在他面前也不过是那么大点的蚂蚁罢了。上界之人，难怪呀！我们是打不过你，但有人能对付你。聒噪！慕容青兰，我来了，滚出来见我！你吼这么大声干嘛？这里是我家，不是决斗场。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！主上，这小子就是慕容青兰的夫婿，你若杀了他，慕容青兰必定会痛失万分。哦，你就是慕容青兰不惜自毁千年修为，进入轮回之门寻找的那个男人。千年修为，轮回之门，你是说青兰是重生回来的？是青烟的气息，他竟然也下界了。不好，行空还在下面。楚行空，慕容青兰本是九华仙域高高在上的女帝，可是她却为了你这么一个凡人，冒险进入轮回之门。作为她的好姐妹，我当然要帮她了。怪不得青兰灵魂有所损伤，原来是你干的。没错，我跟随慕容青兰征战四方，好不容易登临巅峰，但是她居然为了你这么一个蠢货，不惜放弃一切。可我不愿意，我要得到她的一切，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，所以必须死。青烟，枉我将你当成最好的姐妹，你居然会背叛我！对不起，星空，我骗了你。慕容青兰，你终于出现了，就让我们做个了断吧。青兰，对不起，星空，是我骗了你。青兰，其实我……慕容青兰，这就是你为之放弃一切的男人。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你的决定到底有多么愚蠢。我怎么样都无所谓，欺负我老婆，必须死！你居然是万界无上帝！恭喜你答对了，所以我今天会给你们一个痛快的死法。对不起，青兰，我也欺骗了你，但我爱你的心永世不变。